五洲金雕的铠甲细节，还有荧光的涂装工艺，甚至还有自然精致的直发头雕。你敢想象我前面说的这些工艺能出现在这两位角色上面吗？两个经典角色形象呢，都是出自一个非常老的游戏啊，99年的《魔法门之英雄无敌3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回合制策略游戏。而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时隔27年，竟然有一家工作室获得了正版授权，将游戏中的经典角色模型实体化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时隔27年的大天使跟大恶魔的一个可动人偶的表现。一看到前面的一个展示的话，大家也会有一点点疑问啊。整体的这个外形呢，可能跟印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因为本身游戏的这个年代比较久远，再加上之前呢也是一个像素风格，所以荣幻呢在保留了角色经典的造型和特征的同时，结合了现代的审美风格，让整体造型呢会更加好看一些。而两款产品的原画呢，也是由业界比较有名的大佬1GY大佬绘制的，也可以看得出来啊，本次荣幻对这两款产品的一个用心程度，可以算得上是公款圆梦了。两个对立面的兵种，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特征呢，抓的都非常准。大天使跟大恶魔呢，同样是属于荣幻魔玩的 Article 的产品系列，也就是收藏级可动潮玩。在之前呢，也有推出1:6、1:12各种比例产品，在后续呢，也有各种动漫的一个经典 IP。本次大天使跟大恶魔呢，都是1:12的比例，天使大约是在19厘米左右，恶魔大约是在20厘米。游戏中大天使跟大恶魔呢，都是一个大体型的角色，所以两者的体型呢，对比其他的1:12产品会高上不少。那么接着咱们两款产品一个一个详细的来展示。首先呢是腿毛天使，本次模型的精度呢是非常高的，采用的最高规格的5轴金雕技术，头发的质感跟纹理，还有头发的走向呢，全部都是清晰可见的。深邃的眼窝，高挑的鼻梁，搭配上不错的肤色涂装和阴影，整体的五官非常的立体。仔细观察他的面部表情呢，微微皱起的眉毛，再加上精明的嘴唇，很好的体现了大天使庄重、严肃、准备作战的一个情绪表达。而本次产品呢是分为了普通版、豪华版跟限量版。在豪华版中呢，还会额外附带一张怒吼的替换脸、露起的眉眼、怒张的嘴巴，情绪刻画呢是非常到位的。嘴巴这边也是单独的分件，两张面雕呢全部都是附带了可动眼配置，并且调整可动眼的调节感呢还是游戏中当时的鼠标样式。整个眼眶的大小呢调整的比较合适，并且眼球的精度也比较高，所以调整起来呢并不会违和。眼球上呢还单独做了荧光工艺，所以在紫光灯的照射下会有一个不错的光效表现。在后发这边呢也有单独做到一个头发分件，这样子在头部抬头跟低头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活动空间，同时呢也会有一个不错的造型美观度。而大天使的限量版呢，则会将严肃脸的头雕升级为直发版本。直发头的头发呢是有预先打理好造型的，整个头发的走向以及发丝的细节都没什么问题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一个1:12的直发头雕，做成这个水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身之后的整体效果呢，也是非常自然的。同时呢，像这种短的直发，它的固定工艺、它的种植区域以及一些细节的造型要求呢，都会比长直发要高上不少。所以本次这颗直发头在一个小比例的情况下，能展现出这样的效果，确实是令人惊讶的。在铠甲部分呢，你能发觉它做出了一个细节，就是人为不工整的锻造痕迹，整体的金属粗糙感呢是非常足的，同时凸出来的浮雕细节呢，也有给到一个高亮的金属色。在原设定中呢，大天使是没有肩甲的，而荣幻呢，在结合了现代审美之后，在铠甲上增加了很多浮雕细节，而这新增的2个肩甲呢，就是为了达到与中间的铠甲形成一个视觉效果的平衡，整体的一体性和观感呢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在外露的肤色部分呢，也有刻画出血管的细节，突出整体的一个肌肉含量。在手肘以及膝盖部分呢，全部采用的是隐藏式的关节，不会看到外露关节，整体的造型观感会更好。同时，在关节活动的时候呢，有做出一个填充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手肘造型以及脚部的膝盖造型，这样子呢，大大降低了关节带来的一个穿帮。其他部位的可动表现呢，也是基本没什么问题的。荣幻这次呢，也是专门为这2位角色专门定制了铸体，所以整体该有的蝴蝶肩以及手臂平台之类的呢，都是可以实现的。在腹部铠甲部分呢，采用的是一个软胶零件，所以在腰部弯腰的时候呢，这个软胶零件会产生一个避让形变，从而增加弯腰的幅度。同时，在大幅度弯腰的时候呢，背后这边呢也有给到一个完整的背部造型，不会有穿帮。裙摆的铠甲呢，全部都是软胶件，这样子不会影响腿部的可动。腿部呢是附带一个下拉关节的，所以整体的前踢、后踢以及它的侧踢呢，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。脚部的侧摆接地呢，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。同时，在脚掌这边呢，也有单独切分一个关节，可以单独调整。接着呢，咱们来看一下大天使极具特色的特点，也就是它背后的这对天使翅膀。整个翅膀呢，羽毛从上往下由密到疏，由短到长，整体的堆叠细节呢都是有还原出来的。
并且大家仔细看的话，整个翅膀呢并不是纯白的，它是有给到一些黄色的一个明暗变化。在翅膀背后呢有一个单独的羽翼分件，可以旋转调整角度，用来遮挡住关节，让整体的翅膀更加美观。在翅膀根部呢是一个单轴的关节，支持旋转以及正常的一个左右翻动。在翅膀中段，也就是后面这一段羽翼呢，也同样有一个这样的关节配置，也支持旋转以及左右的翻动。在豪华版中呢还会附带4个羽毛掉落的配件。翅膀呢是有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，可以将这个羽毛呢安装上去。4个零件刚好装在翅膀的两边，让整体的造型具备了一些动态效果。而大天使的武器呢，非常经典的剑盾组合，整把剑呢都有给到一个很重的金属涂装，在铭文部分呢也采用了高亮的橙红色来凸显。剑身的铭文呢同样有荧光工艺，紫光灯照射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效果。盾牌的浮雕细节呢非常有意思，正中间是一个圣杯，而在两侧呢是十字军跟僧侣正在祈祷。说实话，这技术如果拿来做黑魂的话，我相信会非常有意思。在豪华版中呢，还会附带一个武器的火焰特效键，从上往下外焰到内焰，一个橙黄的渐变，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同样也是有一个荧光的工艺，与怒吼脸还有长剑搭配起来呢，也有一个很不错的效果。一台呢是游戏中的棋盘格造型，同样还原的是云中城的一个场景，这波真的是情怀拉满了。上方呢也有安装支架的孔洞，本次在支架方面呢给到了2种，一种是普通正常支架，还有一种呢是蛇骨支架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安装。而预定数量如果达到1万的话，还会附赠一个大天使的专属特效，也就是复活特效键。特效键呢是附带孔洞的，可以直接安装在支架上面，因为是装位连接的，所以说也是可以手动旋转，实现游戏中法术生效的样子。复活特效键搭配大天使的特殊手型祈祷手型呢，也能形成一个不错的观感。接着呢，就是与大天使完全对标同规格的产品大恶魔了。大恶魔呢，同样采用的是5轴精雕的技术，所以整体的铠甲精度以及浮雕细节呢，都与天使是相当的。但是也是能看出来，整体的设计语言呢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胸口的骷髅头以及肩甲这边的恶魔脸呢，都象征着大恶魔肃杀的一个设定。在全身各处呢，有很多尖角造型，让大恶魔本身极具攻击性。在面雕部分呢，也是与大天使同规格，普通版、豪华版跟限量版。豪华版呢会附带一个怒吼的替换面雕，大恶魔呢就是一个经典的长发大背头了，整个焦发跟角搭配涂装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同时呢，因为大恶魔是没有翅膀的，所以轮换这次呢在背后增加了一个不对称的恶魔角，增加整体上半身的一个立体感。头发的后半段呢是一个单独的分件，所以在活动头部的时候呢，它会起到一个防穿帮的作用，整体会更加美观。头上的角呢是一个软胶零件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损坏的问题。面雕呢也是搭配了可动眼的一个配置，可以通过调节杆来进行调节。而大恶魔的限量版呢，同样会将焦发头雕升级为直发头雕。长头发的焦发跟直发两者的区别，相信不用我多说了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。并且在大恶魔的版本呢，它会有给到2颗长头发的直发头雕，也就是大家不需要替换表情了，可以直接安装头就可以了。发型呢也是有提前打理过的，直接安装就可以。安装上的效果呢就是这样子，整体看上去是不是更加自然？而大恶魔的可动表现呢，与大天使是基本差不多的，该有的隐藏式关节，该有的防穿帮，全部都是有附带的。在手臂屈肘的时候呢，也同样会有一个完整的肘关节造型。腰部的可动呢，也是双段的关节，腰部的弯腰跟后仰幅度都跟大天使差不多。腰部的侧摆呢，大约是在30度左右。大恶魔的腿部造型呢是微微弯曲，并且有局部的进行一个肌肉的加粗，整体呢会更加偏向于兽形的样子。在小腿后方呢，还会有一个骨刺。无时无刻的告诉你，这是一个拟人的生物，它并不是正常的人类。腿部呢具备下拉关节，周围一圈的铠甲呢是软胶，所以它的前踢跟后踢的幅度呢都算是比较不错的。腿部弯曲呢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因为大恶魔的这个腿甲呢是比较长的，所以在膝盖处呢是有单独做一个膝盖甲的一个活动，所以咱们弯曲腿部的时候呢，可以将膝盖甲向下调整，形成一个完整的造型。而大恶魔的武器呢是一把长柄镰刀，整个设计是有点意思的。握柄这边呢是一个骷髅头，然后刀刃从骷髅头的嘴巴衍生而出，在刀刃上方呢也同样是有一个铭文的。镰刀上的铭文呢同样是有荧光工艺的，紫光灯照射会有光效。武器再搭配上斜效头雕，同时咱们装配一个专属的挑衅手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有将记忆中大恶魔的那份狡黠给体现出来？而大恶魔本次呢还会附带一个披风，披风的两端呢是有造型铁丝，可以进行一个造型的固定。整体的颜色呢采取的是上黑下红的一个设计，底下的红色呢也是有还原出一个地狱火焰的造型。披风的火焰呢同样是有做到一个荧光工艺，整体亮起来的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而豪华版中呢还会附带2款火焰特效键，第一个呢是镰刀的刀刃，整个刀刃都是由燃烧的火焰构成的，整体锐度以及通透度呢都没什么问题。
而另一个呢，则是一个火焰的小臂，整个手臂全部都由火焰构成，并且也是具备了可动的关节，可以进行活动。安装的话是直接替换小臂就可以。和大天使一样呢，大恶魔在预定数量达到1万的时候，会附赠一套瞬移的特效件。整体造型呢，就是巨大的火焰旋转爆发的一个样式。火焰燃烧的动态效果呢，是有做出来的，还原的呢就是大恶魔瞬移魔法释放的一个爆发。大恶魔的地台呢，同样是一个6边形的棋盘格，整体呢是一个熔岩地狱的造型，还原的是恶魔殿的场景。地台支架呢，也同样是附属了2种，一种普通支架，一种蛇骨支架。这个火焰特效安上去呢，整体观感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同时，这个瞬移特效件也能搭配很多的模型来进行摆放。而咱们先前展示的特效件，包括地台，全部都是具备了 UV 荧光工艺的，拿来紫光灯照射呢，都会有一个不错的发光表现。大家柜子中如果有空间的话，可以安装一个大的紫光灯，所有荧光的位置全部点亮的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看的。而大天使跟大恶魔呢，都会附带对应的一个像素砖，上面呢有游戏中角色的一个面板，正反面呢分别是中文跟英文，也算是经典的游戏元素，情怀是给你拉满了。透过像素砖呢，看到的东西就会变成像素化的，整体呢也能还原游戏中当时的一个像素场景。那么到这里呢，其实所有的玩法跟配件呢，基本都展示全了。当记忆中的像素人物变成这么一个精细的模型，确实是感慨颇深。无论是涂装工艺还是一个造型的修改，我个人觉得呢，做的都是比较完美的。我特别喜欢它的防穿帮以及天使的这个造型设计，在打一个顶光的情况下，真的很有神圣感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如果对这2款产品有什么想法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咱们下期再见了。